夏天到了，你是不是想换一套新的床单，让自己的睡眠更舒适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市面上的床单种类繁多，价格也相差很大，让人眼花缭乱。最常见的就是纯棉和全棉的区别，你知道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选哪一种更合适呢？今天我就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让你买床单不再瞎买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我们要明白纯棉和全棉的概念。纯棉和全棉都是指床单的面料中含有棉花的比例，但是它们并不完全相同。纯棉是指床单的面料中只含有棉花，没有其他任何材质的混合。纯棉的含量一般为100%，全棉是指床单的面料中主要含有棉花，但是也可能有少量其他材质的混合。那么，纯棉和全棉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纯棉床单的面料通常比较柔软、亲肤、透气、吸湿排汗，适合敏感肌肤或者喜欢自然风格的人使用。全棉床单的面料则根据掺入的其他纤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些可能比较耐磨、防皱，有些可能比较厚实、保暖。总体来说，全棉床单的面料比较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和季节的需求。抗皱性不同，抗皱性好的特点使得全棉床单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保持相对平整的外观，即使经过多次清洗和折叠，其表面的皱纹也能较快地恢复，保持整洁的外观。这一点对于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一张平整的床单不仅能够提升卧室的整体美观度，还能够带来更加舒适的睡眠体验。相比之下，纯棉床单在抗皱性能方面就显得稍逊一筹。由于其纤维结构的特殊性，纯棉床单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皱纹，尤其在洗涤和晾晒后，由于水分的蒸发和重力的作用，纯棉床单往往会产生明显的褶皱。虽然这些皱纹并不会影响其使用功能，但对于追求细节和美观度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困扰。含棉量不同，全棉和纯棉这两种看似相近的材质，实际上在含棉量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全棉顾名思义，就是完全由棉纤维构成的纺织品，其含棉量必须达到100%。这种材质因其纯粹的棉质特性，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全棉的纤维长而坚韧，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透气性，穿在身上既舒适又健康。无论是夏季的轻薄衣物，还是冬季的厚实被褥，全棉都能以其独特的优势，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纯棉中的棉纤维与其他纤维如涤纶、尼龙等进行混纺，不仅可以提升织物的强度和耐磨性，还能增加其色泽鲜艳度和抗皱性。这种混合纤维的方式，使得纯棉在保持舒适度的同时，更具实用性和时尚感。全棉简直是皮肤的梦中情料，亲肤不刺激，夏天穿透气吸汗，汗流浃背也能保持干爽。但它也有小脾气，容易皱巴巴的，洗几次还可能缩水变小，穿久了也不耐磨。纯棉就像个全能选手，混了其他纤维后，价格更亲民，抗皱能力大大提升，加了弹性纤维的穿着超舒服。不过，透气性比全棉差一丢丢，有的还容易起球，产生静电，干燥天穿容易噼里啪啦的响。床上4件套保养，阳光虽然能够杀菌消毒，但长时间的强烈阳光直射却会对床上用品造成不小的伤害。尤其是亚麻和棉麻这样的天然纤维材质，它们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吸湿性和透气性，
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阳光的影响。暴晒不仅会使它们变得皱皱巴巴，影响美观，还可能导致床品褪色，失去原有的色泽。对于亚麻和棉麻材质的床上四件套，我们建议选择阴干的方式，在通风良好的阴凉处晾晒，既能保证床品的干燥，又能避免阳光的伤害。当然，对于其他材质的床上四件套，虽然暴晒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但最好还是避免长时间直接暴露在阳光下。购买避坑指南，看标签，全棉会明明白白标100%棉或全棉，纯棉会写具体棉含量，比如80%棉。摸手感，全棉摸起来软乎乎的，纯棉因为有其他纤维，手感可能有点粗糙。看光泽，全棉面料就像自带柔光滤镜，光泽柔和不刺眼，布料上的纹路清晰又自然。上手一摸，触感软乎乎的，像摸云朵一样细腻，而且自带体温，温暖又亲肤。不过它有个小毛病，轻轻揉搓就容易起皱，松手后皱巴巴的痕迹很难自己变平整，就像被揉皱的纸巾。在购买床单时应该如何选择呢？如果您追求极致的舒适度、亲肤性和透气性，并且愿意为高品质的睡眠体验付出一定的成本，那么纯棉床单无疑是您的首选。特别是对于婴幼儿、老年人以及皮肤敏感者来说，纯棉床单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加健康和舒适的睡眠环境。有句话叫1分钱1分货，但我认为1分精力1分货或许更贴切。货比三家，擦亮眼睛是买到好 T 恤的法宝。即便预算有限，也要尽量挑选纯棉含量高、做工精良的 T 恤，这样日常穿着才会舒心，回头率也会更高。毕竟 T 恤是最贴身的衣物，与皮肤直接接触。如果材质差，穿着难受不说，长期接触皮肤，对健康还有影响。而优质的纯棉 T 恤不仅穿着舒适，而且亲肤健康。这也是为什么儿童服装都必须选用纯棉，因为宝宝的肌肤娇嫩，更需要精心呵护。如果您注重床单的耐用性和性价比，对舒适度和透气性的要求不是特别苛刻，那么全棉床单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能够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为您节省一定的开支。在购买床单时，一定要仔细分辨全棉和纯棉的差别，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做出明智的选择。不要再傻傻分不清了，只有选对了床单，才能为我们的睡眠质量加分，让我们每天都能在舒适的床上醒来，迎接美好的一天。好了，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